这是我的故乡南阳镇，一个沿海的普通乡镇。这是青鸟计划，是他让我在这里实习。南阳镇本期视频的演出舞台夹在县城的新袄城区之间，两条高速路横亘在西南角，大致分开了平原和山区。城市快速路则划分了南阳镇的北部边界，而这也是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我所实习的南阳镇人民政府则坐落在整个镇的北部平原中心，门前的省道又给这个梯形划分出了商业区和农业区。一条南阳大街几乎聚集了整个南阳镇的现代化因素，有繁华的商业街和新建的小区楼房。即便看到汉堡店，也不要感到惊喜。南阳镇所在的县城近年来虽相对衰落，但仍是山东为数不多的百强县。截止到2022年的数据，大概有5万人生活在这片不足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靠着1万多的非农业人口达到了过半的城镇化率。根据能查到的公开资料，2020财年南阳镇还超额完成了地方财政收入指标，迈入7000万元大关。无论从哪个层级看，都是这个国家所有乡镇里的第一梯队。总之，南阳镇并不是一个传统城镇，它沿海但又不那么沿海，它发达但又不那么发达。山地和平原混搭，工业和住宅同在，农业和商业交织，形成了一个缩小版的中国社会，而这也带来了极大的工作难度。作为一名实习生，我的工作岗位叫网格化信息录入。最开始听到网格化这个名词，我和大家一样困惑。在地球昂岸大中华区服务器的 3.18.3 版本更新日志中提到，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而网格化管理就是这样一种行政管理改革。这是一张网格纸，上面写满了一键3连，用来充当南阳镇。南阳镇一共79个行政村，首先按照地理位置划分成10个片区，每个片区管理7到8个村，每村被划分为一个网格，每个村的村支书就是这个网格的网格长。以 A 片区的1村为例，在这个1级网格中还要再划分出2级网格，有村干部、会计等人担任网格员，在2级网格下还要再划分出3级网格，有党员、村民代表担任网格助理员和网格信息员。如果你是南阳镇的普通村民张三，你在网格化管理中可以用这串数字表示：华为.2.5.1. 张三。如果用南阳镇的人口做个算术题，张三所在的3级网格中其实也只剩5到10户人家了。而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史记·商君列传》里写的“令名为15，而项目4而作，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手同赏，密奸者与降敌同罚。”你说话呀，我不敢说。总之，来到南阳镇，我只干3件事：实习，还是他妈的实习。上班的第一天，走进单位大门，一群人乌泱泱地堵在办事大厅的门前，还都是老爷爷老奶奶，连上司还没有见到，就先见到了群体应时间。总之，接下来的10分钟，身材比较圆润的我体验了一把初级下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围在门口进退不得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他们都是来办业务的，但他们都想让工作人员先办理自己的，结果就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他们不排队，所以门口拥挤；因为门口拥挤，所以像我这样的工作人员进不来；因为工作人员进不来，所以业务无法办理；最终因为业务无法办理，所以人一点都没少，还都挤在门口。就这样持续了将近半小时，环顾四周，只有我因为来得早，被大爷大妈们好心放进来了。一股如山的电味涌起，我就以临时工，怕个毛啊！给我重拳出击！站到业务窗口前，椅子一坐，水杯一摆，就是一句话：你不排队，我就不办业务。效果也很显著，队伍虽算不上整齐，但至少是有了，还挺长。赵哥是个90后，算是光杆司令，需要事必躬亲。在赵哥的办公室里，我熟悉了网格化管理的一切。不过你确定用普通版 WPS 编辑并保存文件没问题吗？连密码都不设，后台不会哪天给删掉表格？但不要忘了，这是一个很老的乡镇，建它的时候还是同治年间。只干了不到1个周，赵哥又恢复到以前的光杆司令状态了。就这样，我被调到了社区办。社区办就像吉姆哈克的行政事务部，什么都要管，但什么都不能管。你要管，就需要拉上其他具体负责的有关部门。孙哥是个80后，整个社区办还是基本只有他一个人。用孙哥自己的话来讲，尽管我们有检查的权利，但我们并没有执法权。在这个没有燃气管道的乡镇，燃气检查的定义其实非常简单。作为城市原住民，我上次见到液化气罐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按照这3份红纸上的指示，需要检查商铺的供气合同、液化气罐以及相应的配套安全设施。这些项目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燃气灶必须带熄火保护装置，因为我在外面检查完回家发现自己家也被查了。人们敬畏的是权利本身，而不是行使这份权利的人。在检查中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那本统计了全镇商铺名单的台账，年初统计的台账不过半年时间，倒闭和暂时歇业的店铺已经接近1/3。现有经济社会状况在基层乡镇体现出来的就是这么直接。连锁的汉堡店可以直接全套电炊具免去检查，但小商小贩只能一次次的应对无穷无尽的检查、罚款、整改，乃至于闭店整顿，那都是历史的常态。流个血，长个痂，不能撕，一撕就会带下皮肉。我经手的第2项工作是清洁取暖。等会儿，现在不是夏天吗？
刚才不还在顶着40度的高温走访南洋大街的商铺呢？怎么这就开始考虑冬季取暖问题了？这背后的原因不是让人暖心，而是让人火化吧？没有关系，这里有一张2022年清洁取暖设备安装补贴明白纸，给大家发一份，请读第一自然段。为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减少冬季燃煤造成的空气污染，以及防止风险事故发生，今年对我市燃气管网辐射不到的村庄采取电代煤、生物质代煤等方式进行清洁取暖改造。简单来讲，就是冬季取暖不允许烧煤，需要每家每户进行改造。改造一共分成2大类，用电的和烧生物质的。前者很好理解，类似于空调；后者则需要一点农村生活经验。小时候回老家过年，最喜欢的游戏就是烧炕。田径公堂的玉米棒还有秸秆都是生物质的一种。生物质取暖就是把这些可燃烧的高热质生物质打碎后压成块当煤来烧。当然，一年生长的热值怎么能比得上几亿年了呢？这可不是上天的不仁，而是怜悯。不觉得这很酷吗？作为一名文科男，我觉得这太酷了，很符合我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复古并带着实用。我知道大家肯定有人没听懂，没关系，宣讲这个政策的人也没听懂。这张明白纸不但没能让收到明白纸的人明白，还产生了更多的不明白。自从发了明白纸，办公室的电话就没停过。等到孙哥出去办事，我就成了负责接待访客的人。作为一个把明白纸发到乡镇一把手手里的实习生，自然我也是不明白的。但在大家都不明白的情况下，明白和不明白也已经分不明白了。每个农户只能改造一处住宅，并选择一种清洁取暖方式，机会只有一次，反正明白纸是发出去了。所以搞明白这个不明白就是农户自己的问题了。那基层公务员呢？我们还要写下发明白纸的台账并拍照上传呢。就这还得鼓起袖子加油干。开车时挂空挡踩油门，不但治不好精神内耗，还产生一种怪病，叫不明不白。农村房屋安全普查，人手不够，选择个外包。外包公司干得很糟，这个活需要进到农户家里去拍摄照片，然后统计。而计件工资还没有质量检验员的结果就是需要重新来过。钱自然是不会给的，但时间却再也不会回来了。网格化管理的结果就是每一层都把责任往下推，把功劳往上揽。但活谁干呢？半泽直树。孙哥这时家里还出了事，需要他去照顾。一个中年男人陷入了家庭和事业的两难抉择。站在这头的我感受到了他的无奈，那是一种责任感，一种我还无法体会的责任感。20岁的我对于这座乡镇来讲也只是不算数的过客，已经到了下班的高峰期，走在乡间的土路上却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房屋普查最难的地方不是统计，而是进到家里边。外出打工、上班上学、过时荒废，乡村就像这些房子，一道道铁门阻挡不住农村人口的减少。就连印象中那些在村口开乡镇联合国大会的大爷大妈们也都不见了。1个月过去，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走了。工作交接完了那个下午，拿着那张用 A4 纸打印的实习证明，遗憾谁没有呢？整个乡村就像我的姥爷一样，在那个冬天的雪地里摔倒，就再也起不来了。登上回程的末班车，回头望去，却看不见几缕炊烟。2015年，河南省实验中学的顾少强老师写下了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辞职信。却在女儿要上学时离开了诗和远方，选择回到城市生活。在基层实习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了很多新奇的东西：跑错楼层的访客，常年坐在大楼前申冤的电动车大爷，市里按照发奖金的花名册收取数目不小的房印捐款。但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一个实习生罢了。食堂的饭很好吃，工作人员很友善，就是我的全部评价了。在这个假期里，我习惯了每周2次做核酸，习惯了做表格和写案卷，也习惯了朝9晚5的生活。一些看起来很凡尔赛的东西填充了我的假期，而我却看不到它的可持续性。就像那个视频讲的，我四肢健全，上过大学，又生在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我已经度过一个比29更饱满的人生。孙哥这样的工作人员从乡镇里来到乡镇里去，他出过国，见过世面，却仍要为端好工作和家庭的2碗水苦恼。实习完的我就像拿到那张明白纸的农户，不但没有明白更多，反而产生了更多不明白。今天我和故乡都还在走着自己的路，这条长长的路最终会通往何方呢？教员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每个中国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去做的选择罢了。当有人企图用版本回滚来解决发展带来的问题，是的，这条人生路最后通向的一定不是胜利。视频的最后，我们来聊一聊吧。你多久没更新了？生产队的鱼都不敢这么写啊！生产队的鱼你都被我吃了。不得不说，高速服务区的驴肉火烧和驴肉灌汤包味道还是可以的，就是价格呢有那么点小贵。这个频道的背后是一个普通人，没有什么团队，说是纯用爱发电也不过分。
迄今为止的平台收益还不够我实习期间的外卖钱。假期最开始的时候，蹭了一波高考热点，做一期讲土木工程的视频。作为新系列的第一个视频，可以说是开门红，基本实现了零日谈的转型计划。新系列视频其实是在试图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论证社会问题，打破这个频道原有的定位，走多元化的方向。新系列的视频都是经过很严谨的考究，发布后的影响就不是我所能控制的了。但有时意外本身也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为了不危及整个频道，接下来的这个学期将会回归到50性美国上。如果没有什么大事件的话，这应该是新系列在今年的最后一个视频了。实习的时候正在看《光荣与理想》，对胡佛有了很大兴趣，不如下期就来讲讲这位倒霉蛋吧。再往前补课。如果喜欢这个视频，不要如果喜欢这个视频，不要忘记先3连关注。如果不喜欢，请私信我提意见。你可以在 B 站、微博、微信、YouTube 搜索关注理论谈，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实习，可以获取本期视频出现的资料。最后的最后，这里是理论谈，祝大家生日快乐！